好，高端到底怎么回事哈？那在选举之前哈，那他们就要求说公布哦，但是一直没公布。在选后不公布了哦，公布后当然各界有各种的疑点啊，所以这个机关署好像4点又开了会啊。那同时呢，又公布了8点事宜，就你们有疑问啊，我来回答你哈。包括为什么没有通过 EUA 就完成议价啊？包括为什么这个通过 EUA 跟这个合约啊签订那么接近啊？然后呢，这个通过隔天就签保密合约啊？然后呢，采购契约为什么定这个效期啊？疫情效期，而且展延啊，展延这个效期哈，原来是6个月，为什么展延哈？然后呢，价格为什么预算是说这个700元，后来又涨比700元高哈？然后呢，这个是不是价钱比国际这个 BNT 啦，这个莫德纳的贵？然后呢，为什么这个保密条款呢？这个需要高端同意啊，结果其实契约上不是这样写的哈。然后呢，高端多次延迟交货啊，为什么不罚啊？这个卫福部是不是刻意来包庇啊？那合约里面呢是疫苗每剂881，那卫福部是讲说，人家原来是要1000呢，我们已经杀到880，我觉得这个讲话都不对，我原来要2000可不可以？对啊，对不对？我随便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这有什么功劳啊？啊？那另外呢，这个他啊也公开了议价的过程哦，不过呢还是受到相关的质疑的啊，他时序也在这个地方。在野党说这叫先射箭再画靶啊，已经这个就是这样了。然后是再画一个靶，881块，然后再解释为什么881块哈。那而且呢说是不是签约之前有不可告人的资料啊？为什么有这么多疑点哈？那赖时宝也说呢，这个开绿灯哦，不议价就给40亿哦，买了这个500万剂啊。那另外呢，徐小新也说呢，难怪选前不敢公开，因为这个合约里面问题很多啊。那另外呢，这个还没有解盲啊，怎么知道啊？这个效期呢有效就限10个月啊，反正都是各界有很多的这个怀疑了。那部长有回击，他说要不然哪一天还要挑黄道吉日吗？对不对？为什么过EUA保密就马上就签约啊？那你说这个不能签约，那什么时候能够签约啊？等等哈，那到底怎么回事哈？这个那哪一位来？这个曾宇，我啊，来你讲。我觉得你可以看啦，光一个高端一个，我觉得以一个公开的政府相关的资讯，一个卫福部就可以把整个台湾搞得乱七八糟，更不要说了，当初在疫情期间这3年的时间内。高端它到底产生了多少的？我觉得人民之间的对抗，还有对于政府的不信任，我觉得高端这整个在卫福部的成立状态之下，都是很多，包含到刚刚制作单位给我们的这个疑义哦，就是提出来的这些内容的汇整。我必须说，如果说今天选后你可以公开，请问当时？整个台湾面临了非常大的不信任的状态之下，到底为什么我们的蔡政府没有做到一个安定民心的状态，反而是在它股价有变动的时候，你才来出来录影来告诉大家，要相信我们台湾的生技产业。还是我要在这边再重申一次，过去这3年多来，台湾人我们绝对是支持台湾的生技产业的发展，但是不是用你这种先射箭再画靶的方式，连你今天的陈其考上面都说，我们绝无先射箭再画靶。请问一下，这个是一个官方该有的一个说法吗？还是说这些内容拟答根本就是跟侧翼没什么不一样？还是说这个就是你们的中央厨房？所以我必须说，过去3年内，大家对于高端的合约，到底现在金额到底比较便宜还是比较贵？我觉得今天去讨论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为什么？你已经浪费了人民的纳税钱了，更不要说当初你海量的订购，高端里面只有中华民国的订单的状态之下，你浪费了多少的人民的纳税钱去损毁这一些高端？我觉得这才是蔡政府，你今天不是拿这8点汇整的拟答来蒙骗台湾人民啊，要出面说清楚到底是前因后果是什么？我觉得这才是人民要的答案。对了，其实比较重要的是。你为什么没有通过3期就给他 EUA？好，然后通过 EUA， 然后呢，去花了这么多钱买了500万剂，结果浪费了多少剂不打，然后打完以后到日本还要叫你补打，像这些事情都不要负责任吗？我们看一下。
我们还原到当时那个2021年的这个疫情时空背景哈，当时是一个各国都在争取这个超买或者是抢购这个研发中的可能有期望可以通过核的这个新冠疫苗的一个时代，所以当时的新冠疫苗呢，不管哪个厂牌都是在临床试验的阶段呢，各国政府就要先以预采购合约的模式来进行签约，这样子才能够让厂商在这个疫情需求紧急的状况之下，能够预先控留属于那个国家所需的疫苗数量。那等到厂商顺利的完成这个研发跟专案核可制造许可之后呢，就可以尽速把这个已经提供的这个疫苗来让民众来接种。所以这个做法是跟国际上是相同的哈。乃金。我觉得疾管署今天的这样的说明呢，它并没有解答大家的疑惑啊，而且反而是疑惑更多哈。第一个，高端疫苗，它是政府全力支持，好让它去发展这个疫苗。照道理说，我们人民应该是买方市场才对啊，怎么会是卖方市场呢？就说政府今天还有脸呢出来讲说，原先他们可是开951啊，是因为我们杀价呢杀到这个881，怎么会这么奇怪呢？第一个，高端疫苗当初在全部的这个发展过程之中，政府给他大力的这个支持，然后呢，其他国外的这个疫苗，不管是 BNT 也好，莫德纳也好，所以 AZ 疫苗也好，那个政府呢，他们在前期的时候呢，有投注那些开发的经费，可是他在整个的，大家还记得吗 ？BNT 的他在第3期的时候，这个解盲的时候是全部的公开的转播，大家看着他这个3期的这个实验解盲的那一刹那，你才知道说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有效的一个疫苗。可是我们不是我们今天呢，到他公开了这个合约之后呢，大家呢就一再的质疑说，为什么你是只做2期，然后是免疫桥接的时候，我们的卫福部部长是卫福部长吗？还是王必胜说哪有？世界上所有的这个疫苗都没有做3期，都只有这个2期，怎么可以这样子睁眼说瞎话呢？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哦。第二点是，他今天呢还是没有解释说，为什么你在你的那个时间点，你通过的这个 EUA 的这个时间，跟你当时呢你给他的那个期限时间这么的接近，他怎么可以是薛瑞元说一句，难道要挑什么黄道吉日就能够解释清楚吗？因为我们做任何的正经的药的这个过程，它当然有一定的期程嘛。那你当时为什么跟他定了一个说7月底你必须要通过，然后呢，你如果不通过的话，因为你就赶不上使用的这个时间嘛。那既然是如此的话，他这个 EUA 通过的时间那么的巧妙，在那个时间点，而且呢，我们对于他整个通过 EUA 的过程还是充满着这个疑虑啊。最原始的当初这个陈培杰院士就因为反对这个免疫桥接，所以退出了专家委员会议。第3点，大家有看他今天这个说明说，为什么采购契约就订定了疫苗效期的展延规定？它里面的说明是什么？他说呢，预估初始核定的效期仅有6个月，为了避免效期过短，所以导致浪费。所以呢，要提升疫苗的使用率，所以他在企业中呢就规定说，厂商交货后必须主管机关的怎么样去延长疫苗效期，有这样子吗？就是我们去看 BNT 的疫苗效期，去看莫德纳的疫苗的效期，它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嘛？难道是为了避免浪费，所以就可以随便展延吗？浪费的更多，基本上一路开绿灯了。太奇怪了。或者那个时候如果说真的都买不到，全世界都没有，那没办法，我们只有自己也就罢了。那时候其实可以买到 BNT 是有的，对啊 ，AZ 的价钱 AZ 更便宜，BNT 是有，而且他们就硬要讲说 BNT 是上海做的嘛，所以不能买。它不是上海做，它是德国做的嘛，只是上海做代理而已嘛。就因为这个，所以呢，那个时候还包括民进党有人也是希望能够引进，也不给你引进，对不对？就是拒绝，就非要这个去推高端。然后让高端的股票从20几块、30块变成400多块，让它市值从30亿不到变成800多亿，不是很奇怪吗？世刚，其实卫福部去公布这个，完全是政治操作的时间啊！为什么赖清德在这个政见发表会之后、辩论会之后，已经隔了这么快3个多礼拜，选举结束了，他才去公布？如果这个公布在选举前的话，我相信选举的结果说不定就会不一样了。所以卫福部啊，从头到尾，不管在公布合约也好，或是让掩护高端上市也好，都是扮演了一个政治掩护者的角色。那你这个合约
出来之后，其实大家还是没办法解释说，为什么我们在合约采购的部分我们就独后高端？为什么在很多国际的这些疫苗都已经纷纷上市，而且取得了验证之后，3期、4期之后，为什么我们对采购国际疫苗的速度却这么慢？我觉得这个决策过程，我觉得更让人家觉得很怀疑啦，很怀疑说你整个过程就是要 cover 高端，让他用这么样高的价格去上市。那更何况你说当初1000多，那你可不可以请高端讲一下为什么是1000多嘞？它的1000多，它的成本构成是怎么样的情况？那不能说他讲1000多，我杀到800多块，好像我就帮民众能省到钱。其实大家不是要看这个，而且到现在也没解释。高端那时候在巴拉圭亚松森大学医学院做的第3、第4期的这个人体试验，到底结果出来没有？结果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一连串的过程啊，其实就看到，就政府就是在掩护高端啊，还有高端过去有在进行一个股票的圈购的名单是什么？是谁？我觉得圈购名单，我觉得高端有必要去做一些部分，要去做一些公开啊，因为圈购者是否是很多相当利益者，而且利益呢从中得到很多的受贿，所以我觉得这些的迷糊的地方，很多 cover 掉的地方，我觉得是大家最要追的。所以你在选后才弄来这个，我感觉政治操作味道实在太浓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这次总统大选以后呢，有人要朱立伦下台，朱立伦说：“我坚定奋战到党主席任期结束，所以继续忍辱负重。”他说：“我可以一走了之，没有眷恋，但是呢，心痛仇快啊。”那他任期应该还有2年吧？我印象里大概还有2年哈。那另外呢，陈佩琪说呢，有人选以后有人疯狂来电哦，那柯文哲不接哦，因为柯文哲被骗1次就不会再上第2次当。那到底谁去疯狂来电？哦，被影射说是选后侯友宜一直打电话给他，然后他不接，为什么？说上次已经上当1次了，上次怎么上当呢？就是在那个君悦饭店有没有？侯友宜不是问柯文哲说，我可不可以公布一下你给我这个简讯的内容？那柯文哲说可以，哦，结果他就讲了，哦，就说他们意思就是说好像要什么要劝退，对，就是要给那个郭台铭一个面子就对了，郭台铭不要选了等等哈。那如果这也没有什么上当，这是你同意的。我那天我们都看到嘛，现场转播很清楚，侯友宜跟柯文哲说我要把你的简讯公布好不好？那只有2种可能，一种是柯文哲不知道他要公布什么简讯，他不是忘了是打了什么的，一种就是可能觉得当众被问不好意思说不要，就是如果不用，就那是我们2个私下的谈话，还是不要公布，也是一句话。那你说可以啊？他公布以后，你现在说被骗，我看不懂被骗什么呢？哦，不会上第2次当呢？哈，我不太了解到底这个陈佩琪什么意思了啊？那柯文哲的解释是说，柯文哲说我的手机都是助理拿，我也没拿到。通常我当天也不知道哪些人打电话给我很多时候到第2天才知道啊。哦，所以这个到底有没有拒接侯友宜的电话？侯友宜被问到了，侯友宜说开票的那天他有先打电话给赖清德，恭喜他然后呢他也打电话给柯文哲，说呢希望大家未来呢要团结在一起，但是可能柯文哲没接所以呢开票之夜，但是到底侯友宜打几次我不知道，是打1次还是打很多次不知道侯友宜没跟我讲，我也没问他那另外呢，柯文哲说，因为每次选举都有时候做票，柯文哲说台湾大规模做票大概不可能啦，小的做票肯定有可能啦，但是呢小的撼动不了大局啦那为什么柯文哲变成第3？柯文哲解释说，年轻人投票率不如他们的预期那而且呢，柯文哲曾经说选后要公布民调，让你们知道说谁在做假民调。林濁水就酸他说，没有穿裤子只有1个人，就是你柯文哲。因为柯文哲事先有讲，你们都做假民调选举你就知道，我不是第1就是第2，你们都是因为华伦巴菲特说嘛，潮水过后才知道谁没穿泳裤光着屁股，所以呢，结果没有穿裤子光屁股的就是你柯文哲1个人。我们看一下。
柯文哲妻子陈佩琪在脸书开炮，说蓝白之乱双双一起沉沦，民众党还被带衰，还说柯文哲说叉叉叉选后打好几通，但他不想接，被骗一次就不会想上第二次的当。这种把私讯念出来的人，或者是保姆指令要你念就念的人，还是彼此尊重，各自安好吧。我在总统选举开票之夜告一段落以后，我特别打电话给赖清德主席，恭喜他当选总统，也打电话给柯文哲主席，要表达致意，希望未来我们大家面对台湾还有很多的挑战，大家都要团结在一起。我都回去跟他讲说，哎呦，你不要写这些干什么？所以是侯友宜啊，接谁电话？没有了，这不是拒接啊，因为我平常我的手机现在常常是助理在拿，我没有时间，他要隔一天才知道啊。所以他如果真的打来的，你要接吗？我现在再讲吧。那这里到底怎么回事啊？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子嘛，选战本来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嘛。那当然，我觉得在竞选过程当中，我认为啦，三组候选人其实都也算是都还蛮有运动家精神的。那当然，选前选后大家的联系方式，我觉得大概真相只有他们本人自己知道啦。那我觉得刚刚有讨论到关于到民调啦，然后或者是各方面的，我觉得有几个态度就是对于台湾民众党来说，我们就是理性务实科学。连赵先生也说了，他就是看完整的数据嘛。那我觉得今天大家在讨论说，到底谁潮水退了，有没有穿裤子？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大家话题上面的一些沟通的方式。那我觉得其实可以看几个，我还是不断的在强调，我们在看民调的过程当中，当然有几个因素。第一个机构效应，第二个议题引导，当然还有取样的变数。所以说在各家民调的参数上面，我觉得大家都是拿来参考的。那只是说可能在某些民调上，大家都在封关前认为柯文哲大概只有14%。那如果说14%的话假设说依照普遍的民调都认为柯文哲只有14%，那柯文哲可能就不到200票。那但是200万，对，不到200万票。那所以说事实证明其实我认为啦，每一份民调都有它参考的价值，所以每一份结果，我相信都会是下一个选战我们包含到台湾民众党我们可以参考的地方。那我觉得在这一块其实民调我觉得是可以参考，但是你可以看结果出来，确实我必须说，在投票率来说，其实全台湾的投票度真的是没有2020年当时的高。这一次光台北市大概只有70%。那其实，在选前的时候，我们的国昌委员他就有特别讲到说，如果说年轻人的投票率有冲到85%，那柯文哲就有这个机会。但是事实证明，在台湾现阶段的整个投票率的概况来看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一次我们网友有特别稍微整理一下，他们有说大约啦，就是20到39大概只有55%，40到49大概59%，51到59有78%，60到69大概88%，70以上71%。所以我觉得说，在这各方面，其实每一个数据，中央选举委员会它都有相关的数值，我相信这也是台湾民众党检讨跟精进的相关参照。不过柯文哲讲说，黄国昌说年轻人投票85%，你们就赢了。有史以来，年轻人投票率从来没有到过85%，所以这个是国民党也可以说，如果投票到85%，侯康就赢了，因为国民党也希望投票率高一点。上次大概74.9啦，这次71点多了。对，其实相对是比较低的，少了3%多，少了蛮多的，3%就是多少？1%就是100多万呢，1%就100多万呢，啊。那1%就是10几万了，对不起，3-4%就是将近100万了，50-60万票，现在蛮多的哈。来，美丽。其实这次这个选举结果还是让许多人非常的伤心啦。当然可以说60%的人其实都是要下架民进党，这个很清楚嘛。那我们用这个选举结果的数字来看，完全是符合的。其实蓝白合破裂的那个时候开始起，我们就知道其实就是保送赖清德了。所以这样的结果不意外，但是大家其实还是不太能接受那我想蓝白破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柯文哲的做法就是去维系他的政党利益嘛，能够把他的政党票真是冲到最高化来那但是我想
对于希望能够下架民进党的民众来说，这一战其实让他们真的非常的失望了啊。那我要讲的是说，刚刚在谈这个民调的部分事实上有很多的民众到选举的那最后一刻，都还在想他到底是要投给侯友宜，还是要投给柯文哲，因为他们就是想要下架民进党，所以这个民调当时非常的混乱。那不论是当然柯文哲有他自己的魅力啦，我们看他其实造势的场一定要讲，必须讲非常的成功那这个是他有个人的魅力。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民调出来以后，很多人就想说，莫非是他真的会赢？所以有一些中间选民会往他那个地方去。再者，在选前之夜那个晚上，他们那个造势成功，搭配了后来这个错误的民调，我觉得是造成后来的这个侯康沛跟柯文哲的民调非常接近的一个主因所以你看嘛，两个加起来就是跟过去讲的，赵大哥也一直在说，这个其实都不用再去讨论，它就是一个数学问题，相加起来就是赢。那今天呢，这个结果我想在预料之中。不过刚刚我有一个地方我要特别讲我想其实侯友宜他是一个其实非常厚道的一个人那其实在这个选举过后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柯文哲说年轻人如果都出来投票的话，今天可能就会赢了。可我们必须要讲，其实这次年轻人出来还是他的主力啊。我觉得没有感谢，反正去提这个好像有点不是那么恰当。但是反观侯友宜其实他提的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结束了，不用找战犯，全程我负责那甚至他就说他不会批评，那他也不会卸责，那所有的事情他一个人来扛。那他也希望朱立伦继续来担任这个党主席，没有一句怨言出来了。所以有提到说这个刚刚陈佩琪说。疯狂的打电话，某一个人疯狂打电话，但是按照刚刚所讲的这些暗示，大家讲的就是侯友宜嘛。我觉得要达到疯狂到底是1通2通算疯狂，还是3通4通算疯狂？我是觉得有点太 over 了那这么 over 形容到底想要讲什么？其实我们不太懂了候选人不管是打电话给胜选人去恭喜祝贺，甚至于有的胜选的人打电话给这个输的人表达一下这个就是尊重，我觉得这是常有的事情我觉得在这点上去做文章是不太好。但是最后我觉得要提到，当然这一次这个正副院长的选举大家也在看起来民众党是目前的少数关键跟我们必须要提很多人投给当时柯文哲为的是什么？要下架民进党。那柯文哲自己也讲过，他说他的口号，他就是要下架民进党。同时，他也说了一个新潮流不倒，台湾不会好。过去都是他提的，他这些口号、这些主张，其实吸引了非常多的选票。如果在选后，其实美丽姐，抱歉，我可能更新一下。没有，我把它讲完。好，我想，如果说当时有很多人其实寄望柯文哲或者寄望这个侯友宜，就是为了要下架民进党。但是如果事后我们看到柯文哲去跟了这个民进党去合作，我想其实会让这一次这个对于选举结果失望的人会更多的伤心啦。我稍微补充一下，其实我们从投票的结果出来可以看得到其实柯文哲拿到的选票反而是拿到绿营的票是比较多的。那刚刚有特别讲到说了，这些369万出来支持柯文哲的人，是真的单纯只是所谓要下架民进党吗？我认为其实不是。对于台湾民众党的支持者来说，我们相信的是一个台湾的未来，所以我们给的是一个台湾的希望。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大家可以看到了，板上钉钉其实就是3个阵营，大家是相互可以有比较的。那我觉得还是要再强调一个，并不是说今天侯友宜跟柯文哲2个人并起来，这一些支持者就会来投票。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国民党一直没有搞清楚台湾民众党的支持者他们的方向跟角度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其实大家还是可以看来，台湾的政治文化确实过去大概30-40年来，确实就是蓝绿2大板块。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一次的选举过程，大家结果的产生，就是台湾民众党已经开始有走自己的路了，并非是所谓的小蓝或者小绿，而是台湾民众党走出了自己一条路，而不是说只是说我们要依附哪一个政党。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可能在这里，我觉得大家来去讨论的，反而是说，接下来台湾民众党我们到底如何在新的国会战场上面，我们可以真正达到制衡的功能。我觉得这才是未来国会大家可以一起加油的地方。我也蛮赞同郑宇刚刚讲的那其实我们可以拭目以待，看看民众党走自己的路的一个方向是怎么样。我觉得其实也是可以拭目以待来看。不过当然就是谈到民调，因为最后不能发表民调。不过在那个 TikTok 上就是民进党这次在 TikTok 上几乎听不到声音然后都是这个民众党的声音，这很奇怪。那我也想说，柯文哲可能因为他在2任市长之前，他的网军其实就是蛮强的。那时候打败这个
这个连胜文的时候，其实就靠了很多的这个网军哈。那这次 TikTok 上面充满了假民调，对，都说柯文哲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不是第一就不然，然后中选会也不管，然后呢这个 NCC 也不管，好，然后这个速发部也不管，就很奇怪，照理讲都违规了，每一个都要罚50万，我真的罚死了。偏偏这边弄，所以很多人呢就真的以为，加上柯文哲的造势蛮成功的，的确哦，这个造势蛮成功的哈。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很多人就其实本来要投侯友宜的转了，我知道也不少人这样子哈。所以呢，这个最后的网络上的这个声势啊，加上现场造势的声势，其实都蛮重要的。续下再回来。那么立法院马上新国会2月1号开始报道要组成哈，那谁当正副院长哈？民众党呢原来大家说民众党会不会跟国民党合作？民众党说我有4个条件，蓝绿谁能够同意，我就考虑跟谁合作啊。第一个呢就是修正立法院职权行使法，要完成听证调查制度。第二个呢就是人事同意权要审查。第三个呢，这个立法委员的利益回避。第4个呢，这个立法院长对立法院这样的费用必须要公开透明啊。那谢国良说，你这是像政治分赃一样，还开什么4个条件啊？然后呢，这个国民党锁定说韩国瑜跟黄国昌配，民进党推的叫做游锡堃跟蔡其昌都有个昌蔡其昌配你以为那个昌是同一个人，是2个人但是呢，民进党里面说黄国昌的仇恨值太高了所以呢，应该推黄珊珊担任副院长，游锡堃掌握立法院。就是如果说绿白合的话，那他们认为说应该是游锡堃是院长，黄珊珊是副院长，而不要黄国昌是副院长那柯文哲说，国民党锁定黄国昌叫韩昌配，太有趣了，很难想象这2个正副院长站在一起是什么样的这个画面那黄国昌他说我没兴趣他说呢这个改革比较重要，什么位置没有那么重要。那郭正亮说，那黄国昌这个意思就是说，也不跟蓝也不跟绿合作，投给自己咯是不是只有这样呢到底会不会这样呢？如果民主党都投自己，当然国民党就比较有优势，因为国民党加上党友高金素梅跟这个曾超明有54票，那第1轮不过没有过半数，第2轮就可以了，2轮投票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立委也说，那可以邀民众党入阁那民众党有2种看法，一种是也不排斥要我入阁我就入联合政府本来就在推另外一种呢是说，民进党吃他们豆腐怎么合跟绿怎么合那我相信民进党8个立委也各有不同的意见，你看那个背景就知道，其实差蛮多的了那问题只是说选前喊新潮流不倒，台湾不会好，柯文哲天天在喊柯文哲跟新潮流是有仇的天天喊新潮流不倒，这个台湾不会好。那现在赖清德就是新潮流你要跟他合作吗？虽然他说退出新潮流，但是他抵制还是新潮流那柯文哲说不要把民进党跟新潮流画上等号，意思就是说我跟民进党合作，不表示跟新潮流合作那意思有意跟民进党合作了。看一下，韩国瑜加黄国昌，这实在是。这个画面很难想象自己听了也觉得不可思议。蓝营抛立院蓝白合，建议副院长给民众党，但传出因为对黄珊珊没信任基础，变成黄国昌。只是绿营也有想法，抛出让民众党立委或是黄曙光入阁。柯文哲之前才骂新潮流，这等于要跟赖清德合作吗？新潮流只是最大的一支部落所以。也不要把民进党跟新潮流画上等线，这2个还是等号，这2个还是不一样。话没说死，这样才有叫牌空间。来，这个嘉玲怎么看？他们现在绿白合、蓝白合。哇，这个柯文哲担任这个国会关键的发起确实会让这2党都很伤脑筋呐。但不过我是觉得说如果说黄国昌提出这样的政见，要获得2党的同意啦这个前提其实黄国昌也是在为自己造势
其实他并不是真的想要改革国会啦，因为事实上在黄国昌进入立法院那时候，整个国会改革就已经开始启动了，我们有很多事情都已经在做，而且正往前努力的在做哈，所以柯文哲在担任这8席关键的力量，他当然会开始叫板呐哈，这就要看蓝绿两党怎么想。第一个我不是立委，所以我没有办法为他们做决定哈。第二个，我认为这届的国会会非常精彩。你看看有韩国瑜，有黄国昌，太离谱了，大家都在想要看他们的表现呐哈。还有谁？还有我们民进党一直说这个马文君，好，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关注他，接下来会不会还在外交国防委员会里面？所以这届的国会真的非常的精彩啦哈。那至于说他们要怎么和怎么谈然后，我认为啦哈，这个三方合作的可能性。任两方跟任两方合作的可能性都不高了，为什么？因为国民党跟民众党之前这些嫌隙，你说刚这个委员讲了说，侯友宜蛮厚道，他并没有指责谁，可是林涛选书的时候，他是出来指责黄珊珊嘞，黄珊珊有办法吞下这口气吗？当初侯友宜说他要当选以后，第一个要承认特侦组就是要清算黄曙光。民众党吞得下这口气吗？那民进党跟柯文哲有办法谈吗？其实我内心个人也觉得蛮怀疑的啊，因为毕竟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了非常多的攻防跟嫌隙哈，所以这出戏我现在没有办法下定论，但是我觉得精彩可期啊。孟凯，其实我应该要回归到最初点啊，立法院长的角色是什么？尤其是在第11届3党不过半的情况下，我觉得立法院长2个关键角色：第一，捍卫国会尊严。第10届的立法委员的时候，记不记得那个画面？有太多次行政院长带头总质询，然后拍桌呛瞎立法委员，以为呛的是立法委员，其实呛的是立法委员所代表的人民啊！而且还有反质询的，不只对国民党，不只对民众党。那时候高虹安，那时候这个几个委员以及蒋万安，好多人都被苏贞昌来质疑过，甚至。政府官员有样学样，有样看样啊，所以各委员会其实都被搞得焦头烂额。如果说行政部门对于立法院，尤其是代表人民的立法院都可以那么嚣张的话，那真的很抱歉，台湾就没有一个这个制衡的一天。也因此，立法院长其实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他可以适时的制止，尤其在总质询的时候，过去我们的立法院长好像就是高在那边，但是当官员反质询的时候，我们要求说时间暂停，要求说制止的时候，立法院长是没有动作的。新任的立法院长捍卫国会尊严，这是重要。第二，因为3党不过半，所以朝野协商相对重要。之前也是一样嘛，民进党的总召在我们那个朝野协商会场里面，因为现在都有线上直播，大家也可以看以前的画面了。他讲不过了，或者说没有道理，或者说真的铁了心想要护航的，他们最常讲一句啊，保留啊，没关系啊，我们院会表决啊。他们就是仗着人数多事，他们就要强渡关山嘛。所以很多的预算，尤其我特别点名几个预算，大家回去看一下。刚刚特别有讲到外交国防委员会，我都不好意思讲外交国防委员会，民进党的委员才是真的，不只是有这个个人的问题，还有很多这个离谱的问题，这个我先不谈。但是就看外交国防委员会，委员会里面讨论冻结的预算、删除的预算，可以到朝野协商的时候，民进党用总召的力量把它救回来。这什么意思？这代表是说你自己践踏自己委员会审查的专业，而且委员会的审查有些冻结是民进党的委员提出冻结，结果在朝野协商的时候，民进党团的代表救回这个预算，那不就是护航行政部门吗？所以接下来的朝野协商，院长有没有办法在3党，因为不过半，所以3党的3长代表在做朝野协商的时候，其实都非常重要。如果顺利的话，很多的法案可以在朝野协商快速通过；如果不顺利的话，很多的法案会一卡再卡，而且因为要进入表决的时候，会变成更加复杂。所以其实这2点，捍卫国会尊严跟协助推动朝野协商顺利、公平公正，让人民看到这是人民的立法院。如果以这2个原则去看的话，我想立法院长跟副院长的角色就不会只沦为说少数政党提出来的这个条件，或是大家要不要遵从、要不要附和，或是要不要合作。其实这样子看法可能会更能够不止见树，还要见林。我非常同意刚刚孟凯讲的，因为我们在上一届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这个席次是极少数嘛，其实，在立法院里面完全没有被尊重到。那包括在质询的时候啊，任何一个委员呐，我们在面对苏贞昌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院长都好哦，那每一次我觉得那种强悍呐，无厘头啦，不针对这个问题来回答呀，那或者是这个浪费我们的时间等等，拖过时间就算，院长几乎完全没有作为。那而且我们根据这个
议事的规则提出抗议，那这个院长其实是视而不见，完全不理会的哦。那我觉得其实新的国会开始起啊，我们也期待国会就是要有一个国会的样子嘛，这已经是一个国会了。如果开会的时候，其实大家还就是院长没一个院长的样子，然后立法院的院长也没办法去主持这个议事，那我真的觉得这不是百姓之福啦。所以新的会期当中，不论是谁来当这个立法院的院长，我想这一点呢，我们应该就是要重新去思考，应该是怎么去做哦。那但是我想，对于民进党团去回应哦，这个民众党所提的4个承诺，大概是差不多是婉拒的意思啦哦。那提了很多等等，就是说我们是要看人是不是任啊，不是你们拿条件说啊等等哦。那婉拒之后又想一想，可能还蛮需要跟这个白来合作。那又好像徐日杰嘛，又提出来说哦，我们还是可以啊，有很多优秀的人选啊，点了几个过去的这个还蛮优秀的这个立委说，我们也可以这个纳入这个入阁啦，或者是说看怎么样合作的方式啊。我觉得有一点点在吃人家豆腐啦，就说如果你真的那么去考虑到民众党的一个诉求，那你就好好去回应嘛。你又把它全部都婉拒了，但是又想要人家来合作，所以我想这就是民进党，就什么对他有利，他往哪里走，那他也不会去管他前后的不一致等等哦。所以我还是在这边呢，语重心长去呼吁一下我们的柯文哲主席啊哦。我想他除了要走自己的路哦，那这条路当然是对他的政党是绝对要站在政党利益之前哦。可是也要去考虑到今天我们在野的责任是什么？其实在野的责任最主要就是要强力监督嘛，那为老百姓发声，做对的事嘛，而不是我们跟执政党在一起，然后执政党怎么说我们怎么做。那这样子有时候会让人家去想说，那是不是执政党有什么我们拿了什么好处，或者就做什么利益的分赃？那也许没有，那我们不就冤枉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说，未来是不是？我觉得还是在野来合作这件事情，我想赵大哥也提过嘛，我们大家还是有高度的期待，一起来监督这个执政党，把过去很多的弊病，那很多的这个机密的案件，应该把它公布，那我们就要把它公布；应该把它找出来，我们就应该把它找出来。那我们希望新的会期当中，我们可以有效的力量的来制衡这个执政党。好，那么柯文哲说，这个民进党不等于新潮流，新潮流不等于民进党，什么意思？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这个柯文哲在选前喊新潮流不倒，台湾不会好哈。那现在柯文哲说不要把民进党跟新潮流画上等号，那大家就是问柯建铭啊，那这个柯文哲讲这话什么意思？柯建铭说听的喝啊，听听就好了。说柯文哲的话你会相信吗？所以呢，这个显然民进党也不太相信柯文哲讲的话，那到底要怎样？好，民进党新潮流办公室今天宣布，赖清德不再是新潮流的成员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当了总统了，所以呢，针对对总统职位的尊重，赖清德不再是新潮流的成员那这是段宜康，这是新潮流总干事发表的一个宣布那另外呢，这个段宜康说，选前就开始谈了，这样对国家比较好那郑文灿说，总统本来就应该超越派系不应该继续干新潮流的成员。那另外呢，这个柯文哲办公室说这是政治假动作，此地无银300两所以呢这个是假的然后呢，这个黄国昌说你是虚晃一招嘛，干脆你总统就职以后的党主席都不要兼任了，那是党主席那另外呢，这个他们也说呢，派系校长因系萎缩了，当然蔡英文人在人情在嘛那另外呢，这个陈其迈声势看涨，因为南流就是南部的派系呢，这个声势看涨那另外呢 ，PTT 上就说了都当上皇帝了，就都选上总统了，还在乎什么派系不派系呢？到底会怎样？来，这个嘉玲先说。我想我们都乐见其成啊。坦白说因为大家也知道说，民进党内有各个不同的派系，那他如果退出派系的运作，他可能比较能够广纳大家各方的意见，各方的人才甚至我觉得说，也不只是民进党人才其他政党有好的人才，我们应该也可以纳进来。所以有这样的处理，我觉得是很对啦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说是把这个解读说是因为对应柯文哲讲说新潮流不等于民进党这2件事情他绝对不是因为柯文哲这样讲，所以他退出
新潮流，不可能是因为这样哦。我想，赖清德主席也没有必要做这些事情的哈，反而是说哈，我看到说在败选之后哈，其实民进党我们也一直在检讨说我们的立委没有选好，我们的原因在哪里？我们内部也一直在检讨哦。刚刚我看到一个讯息是民进党的秘书长许立明，他已经为了国会没有选好，他已经辞职了。那我很想问看看说，国民党跟民众党，你们的动作在哪里？选民在哪里？在期待吗？那国民党的这个第一枪，这个萧敬腾不是出来讲吗？说很希望朱立伦主席要负责啊。请问你们负责在哪里？我想很多人也是都会看到每一个政党的格局在哪里，这个恐怕是政党政治必须负起责任的地方。好，这个曾宇，其实我觉得大家有没有看到，其实在这整个选战过程当中，每一个政党对台湾民众党一直不断的指手画脚，我觉得这才是台湾民主的悲哀哦。台湾民众党我们要走什么样的方向？我们有自己的党纲，我们有自己的主席，我们有自己的规划，也有我们自己的民意代表。至于台湾民众党的路要怎么走，我相信不管是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一定会作为最强的在野阵营，做最强的反对党。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刚刚有特别讲到说，接下来国会的运作到底是怎么样？我觉得有一点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调阅委员会终于可以发挥最实质、最有效的战力了。终于不再是被所谓的民进党全面执政的状态之下，对于整个国会议员的不尊重。我觉得在这一块是台湾民众党在这一次，虽然也许我们有更好的目标跟方向，但是在这一次我们开出的票数以及我们向下扎根的决心，我相信大家是看得到的。所以给我们4年，我们有这样子的发挥，那当然我们会继续的虚心检讨，然后来调整我们的方向。但是在国会接下来的下一步，我相信不是国民党或者是民进党可以对台湾民众党指手画脚。这个新潮流的赖清德退出新潮流，我真的觉得多此一举啊，有点莫名其妙，就说何必嘞？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差别嘛，这个有很诡异。然后至于这个民进党的这个秘书长许立明呢，他辞掉这个秘书长的这个职务呢，其实也是很大很象征意义啦。就民进党都已经拿到政权了哈，你就为了那几个国会的这个席位，其实对于民进党来讲，虽然说国会席位不是很好看，但是民进党就是那种你只要拿到了就是全吃的，所以这没有什么差别了哈。刚才曾宇讲说什么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民众党的这个未来对他这个指手画脚，我倒不是这样子看呢，而是说这个民众党这一次呢，柯文哲选得不错哈，然后立法院这个8席其实是检验民众党的开始，是因为我们看到柯文哲从政以来，还有他包括他这个参选的过程之中呢，是他指手画脚的，一直不停的批评别的这个政党啊，然后对于曾经有过的承诺，然后曾经说过的话，他随时都可以翻啊，像比如说他今天讲说不要把这个新潮流跟这个民进党画上等号，那所以大家当然会非常的好奇了哈，就说他未来会做什么样的选择。那至于民进党的部分呢，我认为说像这个柯建铭，因为他们很了解柯文哲，所以应该不会在未来的合作上面呢再被柯文哲利用。平常已经说了哈，民众党原来5席不分区其实表现的是不错的。是啊，那是5席不分区的战力是非常强的哦，包括最早的那个高虹安、蔡壁如，甚至那个陈婉慧都表现非常好，所以你国民党会有压力的。他现在8席，如果将来表现比他5席更好的话，国民党怎么办？来，美玲。我想赖清德退出新潮流这件事情，刚才我一听到的时候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真的就觉得它是一个假议题嘛，就是一个宣誓嘛。但是为什么要做这个宣誓？我觉得也还蛮特别、蛮奇怪的。刚刚听他们民党的人在讲说有很多冠冕堂皇理由，但我看一下都不是啦。如果硬要去扯一些理由的话，恐怕有几个嘛。第一个就是说，是不是因为在选前的时候，我们看到新潮流爆出很多的弊案、弊病，还有很多人的问题哦？那是不是他现在要执政，他要去做一些切割了啊？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现在一般的民众啊，对这个新潮流的仇恨值跟这个负面的这个感受非常的强哦。那他想要做一个这个执政之前呐，那切割完毕以后，可能要把这个仇恨值也把它切除掉哦。但我要讲的是说，刚刚为什么说这是假议题宣示性的？你要想想看，其实新潮流就是一个盘根错节的一个组织嘛，它的不管人马啦、资源啦，这么久都在那个里面了，未来恐怕只会隐形的更壮大，而已不会真的切割啦。不，基本上就是因为民进党其他的派系对新潮流也不太爽啦。对啦，既然我都当了总统了，
干嘛还继续门槛？所以这就是没有错，回归到到底新潮流对于赖清德到底是资产还是负债嘛？那你现在赖清德宣誓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我比较关注的是未来2点：第一，阁揆会是谁；第二，阁员会有谁，这才重要啊。因为其实对于过去民进党，你说那不分区一字排开里面，其中好几位委员，很抱歉，我看的不是委员，我看的是委员后面的那个派系。你每一个委员背后都可以对照一个派系，所以说不分区名单就是派系的评分名单嘛。那一样的道理，如果说在这一次的阁揆阁员还是一样，到最后就是这一个阁员这一个部会是哪一个派系，这个部会是哪个派系，那没完没了啊！你不是用专业来认证啊，所以其实赖清德，你如果说现在是一个少数总统，你应该要好好了解，是说你阁揆要选谁，以及阁员是不是能够真真正正以专业，尤其是很多的事务官相对来讲是比较有能力而且比较有经验的这样的事务官，而不是任用哪一个政务官，但那政务官就背后又是派系的影子，我觉得这比较重要，也就变成派系分赃了。是的，我觉得那个他退出新潮流，其实基本上我觉得画蛇添足，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已经拿到这个最终的权利了，更何况我熟悉的人还是过去跟我比较骂起的新潮流的人呢。还是那些他比较熟悉的这些赖系人马，那主要的组成还是新潮流为主嘛，所以我觉得推出这真没有太大意义啊。第二个，我觉得民众党真的要严肃思考一个问题：当别人的对你一些说，比如说过去的，比如说赖香伶立委表现得不错，然后放话说，可以考虑进入政府、进入内阁里面，但民众党到底怎么想？说他允许个人的方式去加入民进党的政府吗？还是我全党一个禁令就通通不可以？这是为什么大家会讨论这个原因，因为你忽而再左，忽而再右。选举的期间呢，一度跟国民党感觉好像如胶似漆，可以共同作战。那选后呢，感觉好像两边都想去